这个字念什么？在古代它指肉酱，最早的酱油就是由鲜肉腌制而成。按我的理解，就是在肉上面撒了点盐，一不小心放的时间长了，就出现了酱油，跟现在的鱼露相似。早在3000多年前，周朝就有了做酱的记载，是当时皇帝御用的调味品。在家里制作酱油一共需要2步，第一步是发酵，第二步也是发酵。可以酿造酱油的农作物大概有2种，一种是蛋白质含量高的，比如豆科植物，黄豆、青豆、黑豆、蚕豆、豌豆、绿豆等；另一类是淀粉质含量高的，比如小麦、麸皮、玉米、高粱、甘薯、马铃薯等。也有人会采用蛋白质作物和淀粉质作物混合来制作酱油，比如小麦和黄豆、黑豆和麸皮，这样的组合能让酱油的味道更加浓郁。第二个重要的原材料是盐，盐不但可以为酱油增加咸味儿，还可以防腐，最主要的是增加鲜味儿。制作酱油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比较适合家庭的方法有2种，一种是高盐稀态酱油，一种是低盐固态酱油。这2种方法第一步都要制曲，制曲也是整个流程中的重要工序，也是决定酱油好不好吃的关键。首先把500克黄豆浸泡大概10个小时左右，然后蒸熟，摊凉降温，把50克面粉和1克酱油曲混合在一起，再把它倒入已经降温的黄豆里，充分搅拌均匀。使用面粉的目的是稀释酱油曲，能让每颗黄豆都沾上曲粉，这样能够发酵得更均匀。前面的这一套流程说的直白点，就是把黄豆蒸熟后投喂给微生物，微生物再把黄豆里的蛋白质分解成各种氨基酸，所以我们发酵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可能是你懂的。然后把黄豆放在可以通风的容器里发酵，我用的是这样的发酵盒，很好用，下面再铺上一层蒸笼布，不要让黄豆直接接触塑料的部分。酱油曲的菌种是米曲霉，是一种好氧菌，有氧气的情况下它才能生存。这个发酵盒即使盖上盖子，两边也有通风的地方。另外，不要把所有的黄豆都放在一个盒子里，每个盒子大概可以放半斤左右，厚度大概是3-4厘米。铺得太厚，温度会快速升高，通风也不好，会伤害到没有成熟的菌种。然后用一个温度计监测温度，放置在室温避光的地方发酵，12小时左右会长出白色的菌丝。黄豆也因为菌丝的生长会结成一整块，闻上去有一种特有的芳香，温度也会升高。这时进行第一次翻取，把结成块的黄豆打散，就能降温。20个小时左右会看到一部分菌丝已经变成了绿色，也是米曲霉的蛋白酶分泌最旺盛的时期。这时的温度也会剧烈升高，然后进行第2次翻取，温度要控制在35度以下。30个小时左右，米曲霉逐渐成熟，颜色也由白色转变成绿色。如果温度控制在30度以下，发酵的时间会有所延长，但是更有利于酶活力的提高。总之，控制温度很关键，整体发酵时间大概在48到72小时之间。合格的整曲不会有其他颜色的杂菌出现，否则就是发酵失败了。然后放在阳光下晒2到3天，也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。晒干后的种曲用75目的筛子，或者用清水清洗掉一部分的菌毛。菌毛太多，有可能酱油会有苦涩的味道。接下来就到了第2次发酵。高盐稀态酱油的比例是1斤黄豆用2斤到15斤的水，每斤水加100克盐，也就是说，根据你家里容器的大小，每斤黄豆最少用2斤水，最多用15斤水。每增加1斤水，多加100克盐，盐不要用加碘的盐。把水烧开，把盐融化，降温到50度以下。我用的是6斤的玻璃瓶，所以用600克盐。把洗好的种曲装入瓶中，再把盐水倒进去，
这时候的种曲会漂浮在盐水上面，轻轻地搅拌，让每颗种曲都沾到盐水。没有沾到盐水的种曲会裸露在外边，容易受到杂菌的感染，会导致失败。然后盖上一块棉布，防止杂物的落入。发酵期间的日常管理也非常重要，每天都要进行搅拌，目的就是防止沾不到盐水的种曲腐烂。大概1周左右，种曲吸收了充足的盐水，慢慢的就会跟叶面平行，这样可以几天搅拌一次。酱油的发酵过程是一场非常复杂的生物转化过程，这个过程由时间和温度决定。发酵的时间和温度决定了你多久能吃到酱油。高盐稀态酱油的发酵时间在2到6个月，如果温度能恒定在42到45度之间，最快2个月就可以吃到酱油。多数人家里没有恒温设备，就放在太阳充足的地方晒，所以夏天是酿造酱油的最佳季节。经过昼夜温差的变化，酱油也会有乳酸菌和酵母菌参与发酵。在自然条件下发酵的酱油味道也会更浓郁，营养更丰富。关于发酵温度，我会放在评论区。这是我发酵了3个月的酱油。第一步要把酱油过滤出来，我做了一个2层的滤网，第一层是150目的，第2层是300目的。过滤出来的酱油称为生酱油，然后要进行灭菌处理，把酱油加热到80度以上，煮20到30分钟，根据味道再放些调料。放甘草的目的是调和一下咸味儿，会让整体味道更柔和。高盐稀态酱油因为盐度高，所以颜色没有那么深。加热和放入一些调料后，会对颜色有些改善，酱油的颜色也会变得很亮。其实大家没有必要1比1的按照我的步骤来进行，只要掌握了几个关键步骤，剩下的完全可以自由发挥。再次过滤到大瓶里降温装瓶，美味健康的酱油就做好了。在家里制作发酵食物，最重要的是安全。其实发酵的过程就是培养优势菌群的过程。微生物的世界也有江湖，也有优势与劣势。使用优质的菌种，就是为了培养繁殖出优势的菌群。当出现有害菌种入侵的时候，优势菌群就会以足够多的数量战胜有害的菌种。所以要为优质的菌种提供舒适卫生的生活环境就很重要。日常使用的工具进行消毒处理，就是为他们提供健康生活环境重要的步骤。关于发酵食物的安全问题，我会单独出一期节目。好了，别忘了点赞关注。